发掘完第5节腰椎后，我们决定往疑似头部的区域进行探勘，结果意外地发掘出又一对耻骨与脑骨以及可能的肱骨。这些骨头的发现向我们说明了这只鲸鱼化石的鳍肢保存得非常完好，但是鳍肢所在位置骨骼错综复杂，如何完整提取出土，不像先前那样在提取时断裂？我们接着发掘。这边是空的。你现在钻子是最细的，这里都比、我说钻子、啊，这里的缝隙，钻子进去这一块会坏掉。因为我是说从这边，因为现在剩下那一块你从那边这里也会坏掉，它是扁的。因为大概剩下这边还没有通而已，大概剩这里了这一块。我知道他在讲什么，那个我们现在看不到，在底下。那看不到，而且就它这一块缝隙太扁了，那你钻子进去，你这一块就直接爆了。你知道它直接这样拔出来的？几嫩，那底下还有东西吗？没有。所以昨天说有没有啊，我现在是这里没有清通嘛，所以我想说钻子钻过去，这里的底下我们是从这里打，没有要从这里打，从这里打，然后往下打出一个裂，土的裂、这里嘛，你要往这里打下去。没有，这个的下面。这个的我要下面，打这样，我知道他在讲什么，对，我知道你在讲什么。因为它剩这样而已，它剩大概这样没有通而已。有，我知道你在讲什么。我们只是要像昨天那个锥体最后要打冠宇，它是斜着慢慢打，它不是直打。因为像是用钻子把它钻过去而已啊，那个不会怎样。你我现在小心一点。担心的是这个下来的时候，这边会不会一起被拔下来？它不会被拔下来，不可能，这个会先断，这个比较脆弱。那开工。由于提取齿脑骨需要使用到工具产生的分力来分离紧贴着的骨头，为了防止化石断裂，于是这一次我们决定在骨头上撒上瞬间胶，以强化整体的结构。快干涂上去粘在一起没关系，回去再清。这边吗？我知道。对，整个表面也上去都没关系。我要把这一整个表面都封起来，尤其这一块整个面都里面。我不想它粘到那边去。对，所以我要思考一下怎么那个。你看这边原本也裂角，你那里就直接浇上去了，然后等下松开它的时候拿钻剪爆。不是，它不能一次滴太多，它会太厚一层，然后会不好干。它要这样子慢慢那个。都是小章鱼烧。在我们固化骨骼时，肖大哥他又来了。我们要取这骨头。对，可以的话指导一下，你就今天目标就是这件。对，单独穿它。对，其他的明天再挖。是。我等一下请中带先完之后，铝箔就包起来。你要包到哪里？这个要吗？这个不要。底下也要包，只有中间那一个。就中间这个。手伸进去底下包起来。好大块。我可以把它洗小块。用你的办法。好啊。反正我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把它包起来，你怎么包没意见。好，我等下要垫铝箔在这一块上面。那块已经包也没差。经过讨论，我们决定先提取较为巨大的脑骨。不过由于骨骼间的缝隙贴得很紧，所以接下来如何单独提取骨骼而不伤到其他的骨骼，这就需要考验我们长期发掘的经验。先要突通下面的，对，要把它掏空。剩下在这一块。那要怎么包？没有什么技巧，就是搞一搞，然后往上包。台湾就是买不到那个肉麻布啊。现在烤进 OK 了。现在进都是给人家做咖啡。这布这么小。哦，对。哎，可以剪大一点，关于再剪大一点。对。布太小。有点太小了。我就铺平，把它空气挤出来。我知道，因为它布本身。我们在印尼。你要盖到下面吗？先不要，在这边有点多，还是没关系。盖下去，超多就盖下去。这底下现在有点尴尬，我不确定它穿不穿得过去。我觉得可以加点水。长条让它绕开。不要，你继续拉它。不要让它再如果穿不过去的话，可以。过了。你等一下还要上第2层吗？要。
有啊有。打算把石膏直接勾上，勾上骨头。你脱手套，手套脱掉，手套这样手套会你会整个粘在那边。把它吸在你的手上。米老鼠。是啦。哦吼。对，然后直接上，干掉就好。你就隔一格上去就好了，对吧？你现在还是割的，就直接。这边还要包吗？中在？还是就我就直接盖了。直接这样，直接这样啊。掌握到你了没？掌握到你了没？不要跟你爸妈说你要去。不会。那边我汽水而已啊，对，那里蛮几个。那边已经有加汽水放起来了。我们上次有把石膏粉整箱拿下来，还在你车上是吗？盖。那一袋有对，石膏有穿过去绑，穿了绑了。那等一下第二层。第二层我下面上一层之后，我们准备追那个针打进去，然后开始晃晃看，然后这两边这3个点把它分开，这边也是。明天我们需要斧头，明天我们有短一点，有短一点。啊，塞2根。你先帮我把头封起来。在这边。没办法，因为松的，先封起来，帮它干了。然后等下这边还要想办法分开，然后底下帮我先切一下。好，我要石头，石头大块的，为何用？不要太大块，好，不是不够，是还有效果有还好，因为要整个塞满。需要石头。先这样好了。等待石膏干燥的间隙，我们决定先整理发掘场地，并向疑似头部的位置慢慢的发掘，并在过程中观察沉积物的变化与其中是否有骨骼化石碎片的存在。这根根本就没办法掏，不是这根不起来，这根根本就我已经被我。然后后面那边又乱七八糟，这卡在这边没办法做事。先把，就是说理想状态下，像那个之前追题也想是一起取，可是问题是说，依照现场的这种状况加化石的那个性质，其实只能一根根取，只能这样子。很多时候都对啊。我们上次3根一起举起来，它就直接3个一起断啊。对啊。有个3个叠在一起，然后举起来的一瞬间，3个就裂了，爆开了。你有加结构吗？这个我先看看。你有加结构吗？比如说，你说235吗？你下次如果像这种，过去不是还好的吗？还是搬出去这种？要取吗？因为那时候是我跟学妹掏出来的，掏出来的时候是好的。就是不管是你可以取的树枝也好，或者木棍也好，或者铁棍也好，你要加好几根。现在光用手的力量打不下去了，一起再包覆在。只用脚了。小宝，你看拿得到哪边？再过去一点。有这个脚。你再过去一点，我做个，我调一下角度。现在是有点可以动。它一直都可以动。这边我来，啊你这边跟那边。往哪个方向？哎，你们2个先让开了。对，我们要开始动喽。阿伯，等一下，先靠边。中间的。哟。那你说已经那只衣服在动，对，然后你干嘛呀？这样可以吗？那一只动我就去拿绕骨器。对啊，对，就分开啊。对，我们现在要分开。我刚画决定就绕骨就拿起来。对啊，因为石骨里面还要再收太久了。对，所以绕骨就起来。对啊，就分开了。我们先往那边拖一点点，转一下，1、2、3，转，好，再往后，1、2、3，往后压，好，再往前，1、2、3，没关系，就随便放地上，放一片在地上，对。1、2、等下我看整个房木。没有那样，哦，好，可以。还是已经把树木抽出来？那是木头的颜色。对，那从你的脚那里。这根先出来。那几根从你的脚？没有，那个都可以从。不要叫我鼻子有水哦，哪里啊？然后那个新博，你们等下可能要从这边接。你再多一个人，不要卷又太瘦弱了。往上。玉聪，你有空了吗？等下来接那个。啊，我来吧，我过去吧。这里不好使力，我过去。你们等下要抬起来都反过来给他们。我先往这边走，这里1、2转，1、2转，好，再往上，往1、2、3，1、2、3，
有好像有。后方了。小。这块松，等一下。那块松我知道，我看到了。对，往这边跑。那边我等下直接救那个小吃。它已经开了吧？那开了、啊。我想这要不要直接？没有，等下你们这边这一根先出来之后，那个再处理就好。你都叫它断了。我等下断，我会把它补回去。碎了就算了。我往上抬一下下。往上对。哦，没有，直接垂直。哦，有了，那边准备接哦。好，起来。你换个姿势。你从那边底下这样捡起来。好，我们从别到里面过去，然后我再这里脚踩着，然后你往上掀，翻桌那样掀。上面可以踩。啊，手越里面越好。我知道，那我要先小心哦。1、2、3，有。等下，再一个。冠宇这边护住，这边我来。就这一个，我们现在会往前压，所以会压到它，所以你抓前面整个要抬起来。我吗？现在这要开高哦。那我跟你接好了。可以。对，心博好，这太重了。没有，而且心博是大腿直接失力，你昨天背那个太重了。不用解释。你要确定可以踩吗？可以，这个不能踩，没关系，让他踩。这里吗？有土没关系。好，来，你没了，我要这把起。冠宇，你要帮我，你们先沟通清楚。这里有肋骨，是，所以我们颈刃等下往这边挑的时候，我们先垂直往上啊。对，整个垂直抬起来。对，可是颈刃这里的力一定会往前面压，所以不要让这个被伤到。这一块，对，这一块好。各位，我等下起来之后我就要退开，你要接我位置，不然我这姿势没办法。啊，起不太来。好漂亮啊！哇，没关系，你们那个先救。对，完整。那个我来。爆了。好，你们撤。没有爆。没有，那边爆了。转过来。这边，就是让他背后，让他背，这里朝地板。好，不用扛的，用扶的。下面。翻到我。好，翻这样子，他底下。那边交给你们处理。这个调整一下。好，来，好，放手，好，注意起来。呀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应该是一根。这怎么有个包的？没有，那个是中间那是土。是这边爆了，你们那边处理你们的。这边如果都是土就好，就不用理这边了。没有被会稍微清一下。这是土吗？对，这是土。请问你讲，我在听。好，那应该只是被压裂而已。没有，它底下这几块土都要先慢慢剥掉。这个不要压，让它接回去。我先，你先接。这几块。它是结构被带起来而已，所以我知道，我们把它压回去。没有那个就大体接就好。你平好之后，那个回工作室再慢慢修。这个回去科不管，只要相对位置有保持就好了。我知道。有保住。哎呦，还可以拼得回去，这样还拼得回去。我跟你讲，先这两侧这3个缝。被压扁来，我拿这里。不要分，然后让它引进去。好。小孔这种，我上面要给它一点土敷的吗？还是不用？先不用，就是我上面要给它土敷在裂缝上吗？不用。OK。让胶圈那一块碎骨就还不知道。那个刚看过那几块都是那个表土，所以它就这么薄这样。对，它直到这里。我们刚刚也以为这里有东西，没关系。这边是我孔的地方。所以安全。好，我去看他们这个情况。在脑骨提取出土后，接下来我们便要开始耻骨的掏空。下面那层更硬哦，看起来。它很明显材质不一样。对，就是在鲸鱼骨骼附近的这些母岩都是很软、很疏松，可是到了下面一层就很硬。我这边看颜色跟质地，大概也就知道。那表土。很硬，这很硬，超硬。这就是为什么昨天你们取不起来，就是说的一个很大的原因。就是说那个钻的时候很难钻。没有，昨天椎体那边下面也是这一层哦，所以你才觉得很硬啊，碰不起来，超级硬，就是打那么难。小董那边用尖的不好用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平的比较好用。OK。你们今天想要把那根拿出来吗？你要我帮你吗？应该可以。你要把它取出来。对，所以我请他们上去先带纸包下来。他们要去买水吗？然后这里帮我，我先挖过去吧。我们应该里面还有水。这里我要挖出来，就是这里的洞让它水流出来。我把你那里挖痕的一条痕的出来。我知道。
他们刚刚要把那个标注去掉，我就不要。没有，我那边有这10万 OK， 我也同意不要取掉，那个要留保护用的。小董这里就要小心了，因为另外一根没有你左手压这几个地方对不对？我们发现有很多散骨，它只是像这个它一块就这样好像插在里面。那可能是弯骨的部分。对，我唯一怕的是说它会飘得过去。对，可能插在这个底下，不然我其实这整块我想要直接包石膏整块涂带。整块好。对。我刚铲的时候没有印东西哦，没有印东西对不对？没有，我只记得在这一带。没有，我没铲到。没有，我没铲那里。对，我铲在这一带，然后我铲这里。它这一根的走向是这样子往那走。对。好。也就是它延伸到这个墙里面嘛，对不对？有可能。清理耻骨旁边的地层时，我们发现了疑似肱骨的存在。像那个你现在挖的也是一根骨，最后要把它很粗大的骨头，可能是这样子上3秒上直接延伸到那个我们的那个墙体。对。对，我觉得这块可以整个拿出来。耻骨、橈骨，可能连石膏。所以它等于说手是折起来。对。肱骨延伸到墙体内，看起来提取是一个大工程。就在我们兴奋之时，意外却发生了。对，你们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我想把这个肋骨根取出来，不然它压的这个耻骨。你还要取东西？对，然后肖董现在在往我讲。那边比较怎么刮到了吗？没事，冲个水。冲个水。拿水冲。抱歉，给他抽新胶带。医药箱抓出来。你们有那个吗？那个快干胶式的 OK 棒吗？OK 棒。没有带那一个。1里半串膏没有。好，来擦吧，那就上个药就好。来，小伤。稍加修整后，我们又在耻骨的一端发现了鲸鱼的第一对肋骨，这说明我们离头骨真的不远了。它搞不好因为化石化过程中会挤压变形，搞不好折下去了。哎呀，有可能。Everything 对啊，不过这也太细了吧？这个如果这样被削到，不会哦，不会哦。我回去要把那个蓝筋的调出来。肱骨的中间段，所以是失去关节面嘛？有东西。对啊，你看这边是断裂面，这一块面，而且这里完全不规则的断裂面。那它可能在底下吧，或者说已经化石化过程中损失。这边有一些破碎骨，有可能是它。哦，那个球，没有那个球本来就裂了，两年起来还好。对啊，你要不要这个直接想办法取出来？我这个球你先把它粘回去。我看他拿得起来的话，这个抽出来再粘回去就好。可是你要确定呢，那这个你要怎么抽？怎么抽？它这样抽出来会脆狗狗，裂得乱七八糟。先快干来，这里快骨头，又有骨头。真的呢。讨论一下这个分段取 OK 吗？可以啊，接着回去可是分段取出来。可以啊。可以拿了。来，拿得起来吗？拿得起来，崩掉。崩啊！这样子。这一块小心。有没有在咬？有，它整个都在动了。来，这边点个胶，这里点个胶，可以拿。来这里。它一定会断。不会，你尽量不会，这个还好。来，这里。那一块不要粘到嘞。粘的是那个膜，你要把它粘到，我就把它截断。你给它一点时间让它沉淀一下。好，它再发烫。我可以慢慢往上搬一下。来，1、2、3，所以要安全一点。1、2、3，好，再慢慢来。1、2、3，转，慢一下。我这里还没。好，那个东西好，等一下，肖董，我需要你的帮忙。对，肖董要帮一下。要哪里？这一颗凸，因为它压着这一颗。对。然后我们抽起来的时候，发现它会被我们掀开，可能请你帮我们抓着它，稳固它这样。对。1、2、3，刷。对，粘住了。你这边，你这边剃，但是这边先下胶。好。1、2、3，起。对啊，断 ，OK， 没事，再一次，再点一次。没有，那个是他们2个断掉，不是？没有，肋骨断，在这里。来，那个快干胶给我知道在哪里。在哪里？这一颗里，好，这一条里。我看到，好。
好，没关系，再等它。好东西值得等待。好，那好了，三，有了。等一下 ，OK， 这边是黏住，好，请来，好，七，不要吐，不要吐，还好，不要吐。还好，不会有，哇，幸好都是土，幸好都是土，直接上班吧。恭喜，恭喜完整，有没有拍照？我现在拍，对，耶！小董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篮子都用完是不是？有向下2，下2，对，真假的大啦？胆假设嘛，哎呀，对，因为下颚那个会有个关节，哦，那个窝嘛，不是，它应该要我要抓头球。哦，那个这个近段最近段应该有个球哈，哎呦，我的天，开始挖到头啦！假如说是下颚的话，这个完整的话会非常非常的长。那小董以这个比例来讲，假如说它是下颚有多长？它下颚会到3米4米。哦，到3臂里面呢。我用这个尺寸来比，它应该会到3米4米。今天不会让它出来。哦，好，只是先卡楼那些位置都先清出来。看这个好扯，好扯，太扯了吧？这个怎么看是下颚？下颚的关节的那个窝，好像，但是就是在它很小。我觉得看它往下倾，看它范围到多大。它算很粗了，那算我们粗土的骨头来讲很粗了。应该没有这么小。你要想哦，你现在看他觉得细，是因为他隔壁的骨头都很粗啊。没事啊，都可以。它都是大骨头，都有可能。要看它，要看它它下面再继续挖下去看到多粗。但如果单纯这样的话，我会觉得还好。跟肋骨差不多粗而已，但下巴会比肋骨粗很多。它会有一个很明显，这里是远端，这里是靠近头，它会这样。看可不可以给我们它有一个这样的结构 L 型 ，Y 字很明显，而且这样够吗？哦，我懂了。我觉得有点小那个 Y 不会这么近，就是它是 Y 在这边，然后会这样。好了，所以是长龙嘛？长龙伸到多远？我真不知道，因为这个那个东西的形状也是很怪。因为削成那么薄，已经不是肱骨，很奇怪吧？这个对啊，那么细已经不是肱骨，但是肋骨它又太粗，然后这个不是肋骨了，它那个形状对啊，很怪异。但是这个形状还会再变的。那后面那个泥还没削完。那下颚的话，下颚要再确认一下。尽管57号骨骼是肱骨的可能性变小，不过在发掘时，我们又意外探到另一件疑似旗肢组成的重要骨头。骨头又有骨头。Oh my god！ 骨头比较厚，对，所以都很难。所以它可能是会延伸到那边这样子。到这边有可能是肩胛。这个为什么有可能是肩胛？因为在骨头边缘对，大片，但是它会越来越粗。对，粗的在这里。所以它扁到粗。扁到粗。懂。所以这可能是肩胛。